以虚心，为乎高哉？蜀道之难，难于……你过来呀！难于上青天。蚕丛集于途，开国何茫然。尔来48000岁，出于秦塞，通人烟。其当太白有鸟道，可以横绝峨眉巅。地崩山摧，壮士死。然后天梯实战相勾连。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，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。黄河之杯，尚不得过。元脑欲渡，成喷远。哎，小谢。蜀道越难，拦不住人间壮志。愿姬娘子翻过层峦，前程似锦。杨静兰，嘘，别凶！亏你要吵醒我阿娘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国亏啊，国亏！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堂堂正正的从你们家大门走进来？国亏啊，国亏！你记住了，不管是墙头还是正门，凡是正人君子，都不该随意到未出阁的小娘子家里来，徒惹非议。哎，季娘子，你真是何意啊？难不成你是想留我喝杯茶？杨警官不是喜欢飞来飞去吗？何必走这个门？还是说走那儿？那我还是走这儿吧。如此，多谢季娘子指点。那我这便去做自己的事了。多谢杨警官今日宽慰。还有就是，早点休息。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哼！季娘子，哎呦，你是鬼啊！你一大清早的跑来我，大早上闹什么鬼啊？你受伤了？我去叫诸葛来接你啊！哎，我能和你聊聊吗？你的伤口需要赶快处理，我见不得血。你怕我连累你？叨扰了。等一下。最好你惹的不是什么大麻烦，不然我把你丢到江里喂鱼。等着。
这是李白。你让我说那些蜀地人名时，便想到用来做这个了。多谢杨警官赐教，我准备联合警户做一场锦衣售卖。你要入锦业了？金娘子果然志存高远啊！我们家以前本来就是织锦的。你来这边坐。金娘子这是准备给我割连医治啊？我又不是大夫，你要救命也不会找我。那，擦擦伤口。你看起来心情很不好，可是因为打输了。我看着像输不起的人吗？那得看输的是什么。金娘子认为什么不能输？对我来说，是家人和信念。还记得初入江湖的时候，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。谁若敢在我面前伤天害理，便要先问过我的剑。可如今做了官，却都不一样了，似乎没有了黑白，也没有了善恶。你若想把恶鬼从地狱里面揪出来，就得自己先到地狱里去滚一遭。我都这样厌恶了，我师父那么爱干净的一个老头，又是怎么忍下来的？金娘子似乎不愿意跟我聊天。杨警官说话向来草蛇灰线，步步为营，我听不懂，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聊。你想知道？可你若知道了，就下不了这条船了。我得先知道答案，再考虑要不要上杨警官这条船。那你看看这个。这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捡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知道。上任警官沈如风是我师父，我不相信他是病死的。我这次回益州，便是为了来查他的命案。这厮，就是我在查此事的时候得来的。这丝用的是我阿耶蜀红丝的配方，但染丝与织锦不同，天气、温度、湿度的不同，都会导致丝线颜色瞬息万变。染丝的人必须站在染缸边随机应变，所以，即便有了秘方，也未必能染出真正的蜀红丝。你说这丝是假的？为了增亮固色，用硫磺熏制过，与真正的蜀红丝谬于千里。我阿爷去世后，市面上偶尔也出现过仿制的蜀红丝，我见过几次，这次这个算是最接近真品的了。杨警官，上次你说宫中急需蜀红丝为皇后补衣，你不会病急乱投医，把这丝当作蜀红丝交往长安去了吧？你可还记得你阿耶因何获罪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师父临死前
就是在调查蜀红司，还有你阿爷的案子。金娘子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想要的很有可能会是同一个真相？原来这才是杨警官今日来找我的目的。来之前没想说的，可不知道怎么了，聊着聊着就都告诉你了。你不相信我？来日方长，我会让你相信我的。不过现下还劳烦季娘子伸出援手，帮我记一下这个布条。热水免费，伤药无钱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来，哎，你记得轻一点啊。季娘子这手劲够大的。这是赵家的迎亲队，莫要挡道，速速让开！哎呦，你们赵家真了不起！这么说，整条街道都是你们家开的喽？就是，先来后到这个道理懂不懂啊？你们不懂，3岁的小孩都懂。你们要是再不让开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千万别客气，来！怎么不客气啊？你想怎么不客气啊？不客气个来呀！来呀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你说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你告诉我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们快让！不让开！说了我们不让！咱们谁不行？让！今日是赵二郎君的大婚之日，我们让一让，又有何妨？让路可以，但是这份热闹不能让！我给你们舞一段！祖父答应我，说若我能取得这次的锦房，就允我向季家提亲。还没有放飞就灵验了呢。你专为我而来，就是不一样。扶摇直上，小安，这不正是我心中的你吗？知我者，赵二郎君是也。我们努力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可以在一起了，不要吧。也许我们的情感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重，但是我放弃你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
王旗接待，代代相传。打土豆第3煞，一打龙华富贵，2打金玉满堂，3打官员吉，4打龙凤呈祥，5打五子拜相。张四是6打六合同春，7打人怎么也来了？夫妻偕老。刘将军在此，谁敢不来呀？ 8马回乡。看看，这半个益州城的权贵不都到了？ 10打十全大吉。心腹马鞍平秤过，称心如意，世代平安。 望庆展拜，夫妇一体，携岁永离。数代结宁庄，牵绳入洞房。好了，这里不用你了，下去吧。 贤婿留一下。给刘将军道喜。诸位，今日除了小女大婚之喜外，还有一桩喜事。 要与诸位分享。哎，诸位坐吧。贤婿，趁着今日大家都在，把你的心血拿出来，让大家看看。是。这不可思议见！这傻如此神秘，我没看到。蜀红一出，千红枯，6宫粉黛无颜色。可惜，自季归南获罪身死，蜀红。 也自此绝迹。多年来，我赵家儿孙们立志重现蜀红的风采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吾孙赵修元也是赵家的未来家主，终于研制出了这能让千红枯竭的蜀红。这赵二郎不是织锦的吗？ 怎么还学会染丝了？难道他跟那个金星兵他们俩都……各位也都是锦业的老人了，也都见识过当年蜀红之绝伦。今日就请大家瞧瞧，晚辈所染的是不是真正的蜀红？不是早就失传了吗？哪像？ 这些年，人人都说染出来了，可结果呀，都不是。传进士兄妹速来赏赐。哎，赶紧，把今天赚的钱数数，我们跟于家46分成。行，46分成。哎呦，今天可真没少赚。不好了，赵修元。 染出了蜀红丝。
杨警官，今日请你来，就是要你当众断一断，这蜀红丝是真是假？尤将军，这蜀红丝真假肉眼难断，但下官记得，当年蜀红丝过碱水而不褪色，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上碱水，请各位勘察。恭贺赵二郎同献蜀红丝。尤将军，赵郎君既染出了蜀红丝，又是未来家主，可喜可贺，前途无量啊！杨警官，这蜀红丝，诸位，可还有人有异议啊？我有异议。季娘子来的正好，看看与你阿耶的蜀红丝有何区别呀？鸳鸯，你有件事的，即便你再机敏，也无疑是匹夫撼树。三思啊！这丝颜色不对，真正的蜀红丝经碱水，颜色分毫不褪，可这丝却暗淡了。诸位可以仔细辨别手中红丝，若是以前的红有10分，那如今便只有7分。大家可都看出区别来了吧？田旭，你辛苦染出的蜀红丝，现在季娘子在当中质疑你，你不说句话，众所周知，蜀红丝是季伯父所独创，自家阿爷所创的丝，失传多年，却被他人所染。他一时间难以接受，可以理解。仅有风姿，人亦当有风骨。
今日我便不信，在场只有我季英英一人能看出这丝褪色。在座的诸位都是以景为生之人，辨色能力远超常人。今日是非黑白，均在诸位一身。我恳求诸位仔细辨别手中红丝，看看是否真的丝毫不差。诸位，此事关乎蜀锦技艺，倘若这千秋蜀锦仅凭一家之言，怕是也走不到今天。还请诸位三思，恳请诸位直言呐！刘将军，晚辈眼拙，着实瞧不清这褪没褪色。不过我曾亲自摸过季家染制的蜀红丝，这手感确实是不一样。是。杨家二郎，你这手感同季娘子那眼力一样，俱属一家之言。想清楚再回答。哎，季娘子。你就是想当众问个明白是吧？好，本将军帮你问。杨夫人，这可是蜀红丝啊！民妇只懂生意，不懂织锦，所以也看不出这丝有什么区别。孙掌柜，你说是蜀红丝吗？自然，自然。王掌柜说，千真万确，这确实就是蜀红丝。大家觉得呢？确实是蜀红丝。指鹿为马，颠倒黑白。英英，你看清楚。